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第4期播客。现在呢，已经是9月中旬了，9月1号到9月10号之间就叫做9月上旬。那从11号到20号，我们就称为9月中旬。是的，那21号到30号、31号呢，我们就说9月下旬。大家住的地方最近气温怎么样了？我看有的地方现在已经非常凉爽了。可是我这边呢，还挺热的。今天气温据说是33度，已经9月了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凉快下来。日本我感觉夏天除了热，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湿。因为周边都是海洋吧，所以夏天就湿湿的、闷闷的，基本上一整天都要开空调。要不然开空调，要不然开除湿。反正一出门的话就觉得湿热难耐，一点都没有秋天的样子呢。再坚持一下吧，马上应该就能迎来秋高气爽的感觉了。秋高气爽这个词我超级喜欢，就是天空开始变得更远了，气温也开始凉爽，人体的感觉也很舒适，所以秋高气爽这个词一听，我瞬间都感觉凉快了不少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生活过的几个国家。旅游当然也去了很多国家了，但是毕竟旅游是很短期的逗留，所以不太能真正的了解一个国家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对比几个我生活过的国家，说说我喜欢的方面和我觉得不那么喜欢的方面。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，关于这几个国家，那仅仅就是我的个人观点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听一听，主要就作为练习中文的材料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从中国说起，大家都知道的方面，比如说人口众多，相对拥挤，这些我就不去说了，只聊一聊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觉得比较好的点和需要改善的地方。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啊，就是中国的这个便利性，交通方面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。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上学呢要坐24个小时的火车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是24个小时，刚好就是一天一宿坐在那种绿皮火车上边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种火车长什么样。它整体外围呢是刷的绿色的漆，所以我们统称为绿皮火车。当时的那个火车呢，就是简单的坐票和卧铺的票。如果运气不好，或者是稍微晚了一点订票的话，连坐票都买不到，
就只能站着去学校20几个小时。给大家描述一下那个火车上的样子吧。就是开学的旺季，就人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就真的是人挤人的程度，紧紧的贴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要离开座位去一趟洗手间的话，去挤过去，就是把人拨开，甚至就是抬起只脚之后都没有落地的地方，就真的是硬这样推着挤出一条道来，然后去洗手间。我还记得24个小时就整整从傍晚坐车到第2天傍晚才到学校。然后一路上呢，就是看着这个远处的太阳落下去，然后升起来，车开到旷野当中，又看见远处有炊烟升起，然后再到慢慢太阳落下去，最后到达学校，就20几个小时。在火车上呢，应该是也有餐车，那个时期大家都还是比较节约的，所以比较少的人会选择去餐厅吃饭。大部分人呢都是自己带一些简单的面包呀、方便面呐、火腿肠啊，还有瓶装水啊，这些自己带一些。火车上呢会有工作人员不断的推着那个小推车，那个就很像飞机上那个小餐车，很窄的一条，就会卖一些简单的瓜子儿、花生、啤酒、方便面、火腿肠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简单的小零食。我是来到这边才知道，这个瓜子在有的国家来说，它竟然不是给人吃的，据说这个是给宠物的食品，说是给小鸟的。但是在中国呢，瓜子是过年的时候必吃的一道小零食。即便现在大家平日都能买到了，但是过年的时候也一定会给它端上桌。就是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点，就是那个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那么挤的情况下，这个售货员每次竟然能够把推车推过去，这个是我一直都无法相信，即便亲眼所见，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的。因为这个车不过来的时候，就人跟人都是贴在一起站的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在几乎没有空余的空间的情况下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售货员就怎么能做到就这样推，然后大家就一路让过去，又重新恢复到那种很挤的状态，很多次的这样往返。车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泡面，天哪！火车上充斥的那个泡面的那个味道，泡面也叫方便面。我觉得这个食品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吃起来味道好像一般，但是闻起来真的好香。所以在火车上，经常就是会闻到四处飘来的泡面的味道，加一颗卤蛋，加一根火腿肠，这个是当年火车上的标配。因为在火车上大部分大家吃的都是比较干的面包呀、饼干，所以像泡面这样可以是热的，可以有汤，可以有面，还可以有肉，还可以有蛋，就是感觉营养很丰富。尤其冬天的时候，比较冷的时候，吃一碗热乎乎的泡面，就觉得能把疲惫感一扫而光，就还挺有幸福感的。虽然能随时买到泡面了，但是在火车上的那个味道
却是永远也无法复制的，就很神奇。连续坐24个小时的火车是什么体验呢？我现在都有点无法相信，我大学的4年寒假、暑假全部就是这样过来的。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呢，就是每次上学或者是回家，都是跟同学、同伴一起走。就是人多了，然后大家在一块儿聊聊天，互相的鼓励，一起抱怨，痛苦感好像减轻了。比较惨的一点呢，就是每一年，无论是开学还是放假，总有人没买到座票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要命啊！因为站票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发售的会比较多。一般情况下，没有买到座票的同学就会跟大家联系，问大家哪天走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走。一起走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座位大家要轮流的跟他换着坐，就是腿也疼，屁股也疼。然后吃的又不好，上厕所也非常不方便，所以就4年就是这样熬过来的。那个时候我记得也已经有直通的长途客车，当然也有飞机啦。机票当时对于我们普通家的这个家庭收入来说还是太贵了，难以承受。而没有选择长途客车的原因呢，是当时大部分客车都是晚上发车，差不多开10个小时。晚上呢，就是一是害怕危险，就是司机也容易疲劳嘛，容易出事故。二呢，就是女孩子的话也害怕安全问题，就是觉得夜里出行总还是有点不安。所以就跟朋友大家一起坐火车，慢是慢一点，但好在安全呢。所以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我是怎么撑过去坐24个小时的。我记得当时火车呢是在北京站会停半个小时，我们经常就会下车在车站上溜达溜达，但是也不能出站嘛。就稍微的放松一下，觉得终于可以脚踩在地面上了，就觉得终于可以伸开胳膊了，这种感觉。到北京呢，下车的人很多，但是上车的人也很多，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人没有坐，那么几乎就是从开头到结尾都不太可能有坐的。这个真的还是挺辛苦的。但是近几年呢，情况就好转太多了。从我家到北京，当时是快13个小时的火车，现在只要2个小时。没错，就变成高铁了，高速铁路。这个座位呢，比以前舒适了，也更宽敞了。上面的架子可以放行李，然后来回过道呢，也依然还是有卖东西的人，但是宽松多了，因为每天就是很多趟的发车，好像记得是几个小时就一趟吧。反正2个小时就能到北京，我真的无法想象当年13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。而从我家到我上的那个大学呢，当年是24个小时，现在呢是差不多4个小时就能直达了。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感慨的，就是当经济还不够好的时候，人们好像除了去忍受，去让自己辛苦一点，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现在有高铁了，这个票价呢，比当年的这个普通的绿皮火车可能是贵了有1倍，但是也还是觉得太好了。这个生活条件真的还是变好了，
就出行也变得便利多了。那第二点，我觉得在中国我比较喜欢也比较怀念的，当然就是美食。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吃过1-2道中国菜吧。中国菜呢，其实分为8大菜系的。就这8个大的菜系呢，是根据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口味做的。比如说，现在知名度比较高的就是川菜，就是四川料理。它的特点就是麻辣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常吃的什么麻辣烫啦、串串啦，还有火锅啦，这些都源自于四川。其实说到美食的话，那要聊的可太多了。那四川的这个地理位置呢，它是在一个巨大的盆地当中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地势呢，就像是一个盆的底部，周围呢都是山，上边呢是经常乌云密布，所以在四川地区呢，阴天的时候特别多。那这样的话，空气就会比较潮湿，那人身体也会觉得湿湿的，很难受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吃一些比较热、比较辣的东西，把这个毛孔打开，去流汗，去排除这个湿气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每个地方的美食跟它的地域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北京有一道名菜叫做北京烤鸭，有没有人吃过呀？这是它那个面饼，蘸上酱，蘸上各种小料，卷上一块那种薄薄的一片鸭肉，吃起来天呐，太香了。那虽然都是鸭子吧，但是你看在北京，因为它是在中国的偏东北的地区了，首都，所以那个地方呢气候比较冷，所以鸭子呢是一定要烧烤出来，它才能中和那个鸭肉的寒性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北京烤鸭是非常有名的。但是你换到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叫做南京，是非常闷热的。那南京应该是中国的4大火炉之一。火炉的意思呢，就是夏天热的，就像是生着火的炉子。中国有4个城市，就夏天巨热，超级热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南京。那南京呢，也有一道名菜，也是用鸭肉做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做法却叫做盐水鸭。这个盐呢，就是我们炒菜时候放的那个颗粒的盐。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南京气温特别热，也偏南方，所以鸭肉呢是要用盐水去腌制，它已经足以去掉寒性了。在南京呢，盐水鸭就特别有名。所以北京烤鸭能成为名菜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所谓做饭师傅的这个手艺很好啊，而是因为在那个大环境下，这种做饭的方法它就是最适合当地那个气候的。这个美食说起来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要讲，以后可以专门做一期关于美食的这个佐料呀，加它的这个寒凉属性的这么一个介绍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就再做一期。民以食为天，就是吃喝这些是基本的需求，所以当吃到美味的食物，我觉得它真的能抚慰心灵，就是当你这个胃得到满足之后，油然而生的那种幸福感，是直接能影响到人的精神的。当悲伤的时候，你能吃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美食，就会一瞬间觉得被注入了一股力量，就是幸福感会油然而生。我觉得美食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的一部分。对我来说，
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吃饱，而是从这每一餐食当中感受到这个能量。所以其实吃饭对很多人来说觉得好麻烦的一件事，是吧？甚至有人会觉得，人可以光合作用，不用吃饭该多好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对我来说，每吃一餐都真的是充满幸福感、充满快乐的事情。接下来聊一聊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明显感受到的缺点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压力大。这个压力呢，它不仅仅是上班族，我感觉全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遭受着很大的压力。这可能也跟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比较快有关系吧。很多孩子呢，就是周一到周五要上学，下了课呢要去参加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。那平日这样也就罢了，因为家长也要工作嘛，对吧？小朋友过早的放学回来，可能没有地方去，也不安全。我觉得上一个补习班、学兴趣班也挺好的，就是凡事都有度，一旦过了的话，其实这个害处就很明显了。很多孩子呢，基本上夜里是要写作业，写到11、2点。早上呢，差不多5、6点就要起床了，就睡眠是完全没有办法保证的。小朋友在长身体的阶段，睡眠如果不能保证的话，他对他整个身体发育，对于情绪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近些年来啊，得这个心理方面或者是精神方面疾病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低龄化。平日这样也就罢了，那周末呢，也是要参加各种兴趣班，钢琴啦、英语啦、奥数啦、物理啦。那如果家庭条件好一点的，还要去练赛马呀，去上一些体育竞技方面的课程。中国还有一个文化，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，所以大家都尽可能早的给小朋友安排补习班呐、课外班。这个真的就是觉得挺难过，但是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嘛，当你看着所有人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，只有你家的没有上的时候，你确实也会动摇。因为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这个养育方式是对的，但是好像至少跟着大众从众，即便出错的时候，心里好像也有安慰，总觉得反正要错大家一起错，对吧？但是你稍微的理性思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想法其实很可笑。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天赋不一样，爱好也不一样，对吧？他甚至将来做的工作也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大家却用同样的方式再去培养不一样的孩子。我觉得这个其实问题真的还是挺严重的。虽然前几年这个补习班被大量的叫停，就是不允许过量的补习了，但是呢，很多家长就是变相给孩子上补习班。比如说他会说，我去参加的是这个体育运动的课程，但是体育运动几分钟啊，或一段时间之后，接下来再给你上补习班。就是其实真的很难去改善这个问题。教育资源它不够平均的时候，这种现象其实是很难消除的。所以这个真的还是个挺大的问题。这个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。总之呢，就是学生压力很大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就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压力。当然最辛苦的肯定就是高中生了嘛，因为要高考，高考去一个好大学，好像是所有家长的一个执念，就没有办法，就大家一起在那个漩涡当中这样不停的去卷，真的是很折磨人。然后说回到这个社会的青壮年，大部分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嘛，上有老下有小。
他们呢就是工作压力自然很大了，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呢，还要兼顾到老人和孩子。虽然老人大部分都已经有养老金了，但是总体来说啊，如果长辈有什么困境或者是生病住院，还是要子女去照顾呀，去陪伴呢。如果钱不够的话，肯定是要想办法凑钱的。所以中年人也是处在巨大的压力当中。第二个我不太喜欢的点呢，就是这个边界感的问题。因为中国从传统的这种四世同堂过渡而来的，也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跟长辈分开住，也不过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，甚至有很多地区还是要跟公公婆婆或者是长辈要住在一起的。迫于住房的压力，迫于养老的压力，大家还得勉强住在一起，那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矛盾。就是对老人家来说，他觉得很委屈，可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夫妻来说，他也觉得很委屈。就比如说消费观念不一样啦，生活习惯不一样啦，包括可能长辈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跟新的一代又有所不同，会有强烈的冲突。那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很多矛盾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意思呢就是即便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官员，都没有办法判清楚这个家当中发生的一件家务事到底是谁对谁错。因为他生活在一起啊，就很错综复杂，很难一刀切清楚说，你负3分的责任，你负7分的责任，就好像是一个错对着另一个错，大家这样互相的影响交织，就活得感觉压力比较大，就会互相去干预。比如说长辈呢，他会觉得我的生活经验更丰富，所以很多事情呢你自然要听我的。另外呢，我是长辈，你是晚辈，你也应该听我的。但是对于年轻一代人呢，他会觉得，你的那一套东西呢，可能已经过时了。我现在通过网络呀，通过现在新的手段了解的新的知识啊，新的观念呢，那比你的那个是要好的。我是个独立的个体，我可以尊重你，但是我为什么要无条件的服从你呢？所以就会导致一系列就是很让人头疼的矛盾。年轻人最烦长辈问到的事情就是隐私，对吧？你结没结婚？你工资多少钱？买没买车？有没有房？有没有对象？尤其是长辈，经常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这样张口就问，好像也并没有觉得在冒犯你的隐私。这样呢，就导致很多年轻的一代就很反感嘛，但是又碍于情面，又不好直接顶撞，所以可能就不太愿意跟长辈在这样过多的交往啊，或者联络。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可能就还是得分开住，就是大家每个人都管好自己，按着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就好。